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做美食的于姐。自从上次做馄饨皮火了以后，有网友留言私信要求让我再做一期饺子皮的教程。有的留言说不会擀，有的留言说不会包。不会擀不会包都没有关系，今天我就来教大家用4种方法做出手工饺子皮，不用擀面杖也可以做哟，并且我还给大家分享5款包饺子的手法。另外我还教大家怎样和饺子面，使煮出来的饺子口感柔软不发硬的技巧。视频呢可能有点长，请你有耐心的把它看完，保证你收获满满。下面请跟我一起来操作吧。面粉以500克为例，我今天呢做的是双份，500克的面粉加230克至240克的水，水里面呢加1克的盐，增加筋性，给它搅拌融化以后，用这个水边倒边搅拌。面粉的牌子不同，吸水量也就不同，水呢是可以随时的增减。给它搅拌至大面絮状时，加大约30克的猪油，然后给它拌均匀以后，下手开始和面。看到这里，家人可能又要问了，和个饺子皮面里面还加猪油，俺都没有见过还有这样干的。别生气别生气啊，这都是好吃的做法和机密哦。我告诉你啊，加点猪油煮出来的饺子柔软不发硬，可好吃了。和这个偏硬一点的面团啊是有技巧的，不要使劲的揉，那样是太费劲，随便给它揉一揉，揉在一起就行。盖住盖子洗面10分钟，然后再来揉面。趁着洗面的时间，我们把买回的肉和芹菜，然后葱姜都给它洗一洗，摘一摘。等一会儿我们做饺子馅用的。菜摘好以后，给它放在清水里，给它清洗2遍。清洗干净后，放在篮子里沥水备用。下面我们把洗干净的肉给它放在菜板上，给它切一下。首先我们把瘦肉给它剔掉，因为我们家孩子不吃肥肉，这个肥肉啊，等一会儿我们还给它炒制，给它炼成油渣以后再给它掺在一起，不然的话孩子们不吃。瘦肉随便给它切一切，给它切成小块，放在菜板上备用。等一会儿我们还要用打肉机给它打成肉泥。这个回肉呢，把外皮给它去掉，然后给它切成小块，用锅小火慢炒，把油给它炒出，炒成油渣渣以后，和瘦肉放在一起给它打碎，也挺香的。其实这个回肉啊不用炒香，直接给它切成小块，放在瘦肉一起给它剁成馅，既鲜美又好吃。但是我们家孩子不吃，我只能想这种办法呀。油渣渣出油以后就不用管它的，小火慢煎，把里面油煎出就可以了。趁着这个时间，我们可以把面给它揉一遍。这个面经过10几分钟的醒花，醒花的非常的柔软，随便给它揉一揉，大约揉30秒左右，然后给它盖住盖子，再醒个10来分钟，然后再来揉一遍，我们的饺子面就和好了。大肉给它炒成油渣渣以后，给它盛出备用。下面我们用打肉机把瘦肉给它打碎。时间充足的话，建议大家用刀给它剁碎，那样比较好吃。但是我需要赶时间，所以才用机器给它打碎，这样比较省事儿。大约打30秒就可以了。打好以后，给它放在大盆子里面，等一会儿备用。下面我们把洗好的芹菜和小葱也给它切碎。切好了以后，再来切一点姜末，先给它切成片，然后再给它切成条，最后再给它切成小颗粒。全部都切好以后，给它放入打肉机里面，把我们炼好的油渣渣也给它倒进去，一起给它打碎。菜打碎以后放和肉里一起。下面我们来开始调馅儿。首先加适量的盐，加完了以后再加一点点的黑胡椒粉，然后再加一点点的花椒粉，再打1个鸡蛋。用手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往一个方向搅拌，给它搅拌均匀以后，把我们刚刚炼的大油再加上1勺，再少量多次的加200克的清水。加完了以后，往一个方向搅拌，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的饺子馅就算调好了。饺子馅调好以后，给它装盘，等一会儿备用。下面我们把3洗3揉的面给它随便给它揉一揉，切成大小均匀的3等份，再把每等份给它揉圆。揉圆以后盖上保鲜膜，醒花一会儿，然后呢再取第一个先揉的面团，
随便给它揉一揉，给它搓成长条，搓长了以后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，每个小剂子大小大约在10克至15克左右。切完了以后，上面撒一点点的干粉防粘，然后再把每一个小剂子再给它拍扁，全部压完了以后，上面盖一张保鲜膜，防止表面烘干。取出一个小剂子，上面撒一点干粉，再放上一个小剂子，再撒一点干粉，再落上一个小剂子，3、4个为一组，往下按压，然后用手给它捏一圈。不用擀面杖的饺子皮就做好了，让大家看一下，薄厚均匀。你要是嫌慢的话，10个8个为一组更不是问题，那个更方便快捷。不信我给你操作看一下。按同样的方法，一个小剂子上面撒点干粉，用手轻轻给它按压，按扁以后10至15个给它摞在一起，然后用掌心轻轻往下按压，轻松就能得到15张饺子皮。为了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，我给它拿起来，在镜头下面给它捏一圈，然后再给它抖一抖，个个分明，一点也不用担心它粘连的问题。分享完第一款不用擀面杖做饺子皮的方法以后，我们再来分享第2种不用擀面杖做饺子皮的方法。第2种方法和第1种方法有点相似，也是隔一个给它撒点面粉防粘，先给它按扁，4个为一组，然后给它摞起来，用一个小勺子按在中心，然后左右摇晃，往下按压，然后转上几圈以后，我们4片的饺子皮就做好了。让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的均匀。以上前2款不用擀面杖做饺子皮的方法分享完以后，下面我们来分享2款用擀面杖擀的方法。首先把案子上撒点干粉防粘，把我们醒发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，用擀面杖先给它擀成大饼状，然后再用擀面杖给它卷起来擀，给它擀成一个薄厚均匀的大厚片。擀好以后，准备一个杯子，用杯子给它压成一个一个的饺子皮的形状。看到这里，家人们可能又要来问我，为什么是大厚片呢？擀薄一点不是更好吗？在这里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哈，擀厚的好处在哪里呢？全部压完了以后，把所有的饺子皮都给它摞在一起，用手呢从边缘给它压一圈，使边缘薄中间厚，像这样做出来的饺子皮在包的时候不容易漏底，在煮制的时候呢也不容易脱皮，它就是起到这一点的好处。前3款分享完以后，我们来分享最后一款常见的擀饺子皮的手法。首先取一个小剂子，上面撒一点干粉，再拿一个小剂子落在上面，用掌心给它按扁，然后用擀面杖给它往前推往后拉，上面的手不停的转动，转一圈以后，我们的饺子皮就擀好了，然后一揭开就是2个，特别的快捷。看到这里，大家可能又有疑问了，看到人家擀饺子皮不都是一个一个的擀的吗？你为什么两个一起擀呢？我给大家说一下哈，两个一起擀哈，比一个一个擀的更均匀，然后呢也更快捷。下面呢，我用慢动作来给大家包几款饺子，具体的手法呢，大家仔细看。趁到这个时间呢，我来给大家说一说我录制教程。为了把这期视频做得更加详细，我恨不得把多年做面食的经验都在这个视频里面给大家唠叨。你要是感觉我做什么事情比较用心呢，动动你发财的小手，在视频下方按住大拇指3秒钟，给我点赞加留言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第1款饺子是东北大馅饺子，也是白菜饺子。这一款饺子呢是月牙饺子，嫌上面厚呢，然后用手给捏薄，这样煮起来比较容易。下面我们来分享第3款饺子。第3款饺子呢特别适合新手做。首先从中间给它定个形，然后从1/3处再给它定个形，后面多余的都给它折起来。这边呢也从1/3处给它定个形，后面2/3呢，然后都给它叠起来，像这样一叠，一个月牙饺子又形成了，特别的好上手。前3款分享完以后，我们再来分享第4款饺子，元宝饺子。饺子馅装满以后，把饺子皮往后对折，然后用大拇指和食指在后面给它压一下，定一个形，然后再给它卷过去，用大拇指和食指把前面的接头的地方给它捏薄捏紧，我们的一个元宝饺子就完成了。前4款饺子包完了以后，我们来包最后一款麦穗饺子。先从一头给它折一个褶子，然后两边一边对一次折，这边折完以后，这边再捏一下，
一对一次捏，一直给它捏到头，我们的一个麦穗饺子就形成啦。不怕你不会，就怕你不参与。只要你敢于尝试，你也可以做到。以上4种做手工饺子皮的方法和5种包饺子的手法全部完工，下面就剩煮饺子了。煮饺子谁都会煮，水开下锅煮，煮开了以后，有的人压凉水，我告诉大家那是不对的。压凉水的饺子是误熟的，吃起来是面的，一点都不好吃。水开下锅煮，煮开以后转小火，然后再煮5至8分钟就可以了。这样的煮出来饺子劲道好吃，口感好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，我是于姐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